包粽子、吃粽子，再也不是端午节才有的习俗。新加坡华人呢是由不同方言群体所组成的，各自保留着具有自家传统特色的粽子口味。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呢，就是福建五香肉粽了。福建五香肉粽最大的特色在于糯米必须经过炒制，再搭配以五香粉为主要腌料，腌制入味的丰富食材。以粽叶包裹着糯米蒸制而成的福建五香肉粽，在打开粽叶的那一瞬间，香气扑鼻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如今在市面上贩卖的福建五香肉粽，究竟还保留着多少的古早味呢？Chef Alvin， 嗨 ，Brian 你好。嗨，你好，你好。哦，哇哦，请坐啦。哇，你看起来不像一个厨师哦，那像什么？像喜欢在健身房睡觉的人。所以今天你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我的颠覆版本的福建五香肉粽啊，试试看吧。我整个吃进去啊。要我喂你吗？不用。味道如何？当你慢慢咀嚼的时候呢，那个熟悉的味道就开始来了，还有那个淡淡的五香的香气在那边。我又可以吃到少许的那种猪油。对，普通我们吃的粽子的肉都是那种3层肉，我这个颠覆版本的，我是选择用西班牙黑猪的面夹肉。因为它一边是肉，一边是挺厚的一层油，所以在平底锅慢慢煎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油用那个热度慢慢的散出来，那个肉就会嫩，然后就会香脆，所以你刚才吃的口感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是糯米嘛，对不对？这不是糯米，这是那个日本做寿司的珍珠米。怪不得啦，它没有糯米酱那么黏。对，在煮的过程当中，我有加了一小片的粽叶下去。它的确是有那个粽子的那个淡淡那个香气在那边啊。你本身喜欢吃福建五香肉粽吗？或者是你对它的了解有多深呢？因为我本身是福建人，福建肉粽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小时候每逢端午节嘛，全家人啊，我叔叔、我姑姑啊、我阿妈全部都会同聚一堂，然后一起包粽子。所以粽子给我的印象就是全家人团聚一起动手的那种印象。你本身啊有包过粽子吗？长大后我有尝试过，但是包的那个过程就有一点抓不到那个形状。所以你准备好了没有？因为这一次呢，你要还原这个古早味的福建五香肉粽。现在呢，我要带你去拜访一家老字号，到现在啊，他们只卖福建五香肉粽。我介绍给你认识这个人 OK， 周重庆，不是重庆啊。嗨，你好。我知道啊，你们只卖这个福建五香肉粽啊，一卖就卖了73年哈。你们的历史是怎么样开始的？哦，是我的阿公开始的，在1948年就开始做肉粽了。阿公以前是从福建的漳州市漂洋过海过来的啦。这个肉粽不单单只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吃的啦，所以那时候就是随意都可以买来吃的。没错，因为那时在码头很多做苦力的嘛，吃了肉粽就比较饱。对。以前是流动小贩，我们在咖啡店租了一个小档口，做了粽子煮好了，二姑妈就背去那个码头那边到处卖了。你讲了那么多，你要不要给我们吃粽子？哦，我们的粽子有4个口味，就是有栗子跟肉，那是最原味的啦。OK， 另外一种是咸蛋栗子肉、冬菇栗子肉，另外一个是咸蛋冬菇栗子肉，就是全部的料。来，你们试试吧。哇，谢谢。好奇怪，我吃肉粽我从来没有搭配过，好像看似辣椒酱。它是辣椒甜酱加了蒜蓉。那传统的福建五香肉粽啊，是有搭配蘸酱的吗？我们家就有，你们家就有啦。对，别人家的就不知道啦。不晓得。
烧肉粽嘛，对不对？方言就是修霸掌嘛。对是不是说这个肉粽啊，一定要是烧的时候才可以吃的呢？有些人喜欢吃烧的，比较软。烧肉粽是中国福建省闽南地区的特色小吃，当地人以猪大骨熬制高汤来烹煮肉粽，传统做法入滋入味。所谓烧肉粽，肉粽必须趁热吃，才能吃出醇香好滋味。烧肉粽的道地吃法是蘸着甜辣酱和花生酱，再搭配着香菜一起吃。一个烧肉粽加上一碗扁食汤或是沙茶面，便是当地人价廉味美的一餐了。这个是我大伯，大伯你好，这是我母亲。我们想知道早期的肉粽里头啊是有哪一些材料的？早期是只有虾米，还有扁鱼、猪肉和栗子而已。现在你们不再用虾米跟扁鱼了哈？对对，没有用的。你们用的是3层肉啦，煮熟了才包还是生包的？都是生包的，用我们特别的酱料来腌制，过后才拿来包。腌料有哪一些呢？像青糖、五香粉。栗子呢？栗子是干的咯，你就拿去煮。米啊，用了什么样的调味呢？猪油、红葱头、蒜头，然后炒一阵子，放五香粉，放一点盐，最后放酱油。你们用的是什么糯米啊？薯芽糯米。米糠好像鼠的牙齿这样，老鼠的牙。尖尖的。哦，鼠是老鼠的鼠。对，老鼠的鼠。那以前阿公的年代的薯芽糯米跟现在的糯米又有什么不一样？我听他们讲说是那时的糯米是有掺杂一些香米，就得拿开那些香米。如果要挑出来的话我觉得会很累，对，会有斗鸡眼。当年粽叶是干的吗？还是新鲜的？干的猪叶。竹叶哈。猪叶。哦。哎，我一讲他就马上不要给我们看，就盖起来了。做梦，你怕它着凉哈？去到干气，哦，要干净。干气的很爆。它来的时候不是干干的，对不对？怎么样的去处理呢？要浸个月，要一片一片洗。粽绳本身呢？之前的是什么？以前是用一件话叫做香草、咸草。比较难买到，因为它的质量不好，它很容易断裂。对。所以大伯啊，早期啦，这个粽子啊，除了酱吃之外啊，还有没有别的吃法呢？加一个鸡蛋。放一点点白糖，这样炒来就很香了，很好吃。哦，就像那个现在的 carrot cake 这样子。对，你们一点都不吝啬啊，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资讯。哎，我们的这个 chef 呢，学到了很多。是，他就好像海绵这样一直在吸收，膨胀了很多。哎，老板，高兴看到你们，哎呦，真的是太请你们谢谢。你是第3代传人了哈？是的，我阿嬤是福建人，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在钢板的屋子里面做粽子，但是那个粽子是要有顾客订他才做的，那时候是没有店面的，就是在钢板屋子里面做。然后父亲在家里就开始做批发，人家来家里拿就天天做，然后就在1980年代开始有店面，才来做这种门市的销售的生意。我这样看过去有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口味，是吗？现在我们有10多种的口味，我们有创新一些，好像说糙米粽啦、黑胡椒鸡肉粽啊、白梅豆粽啊等等这种特别的口味。这个米啦，你应该是用这个薯芽米，薯芽米，对的。新米还是老米？我阿嬤的时候，他们是用新米煮出来呢，会比较软，打开来你会看到有一点湿啦。我的父亲的时候呢，有时候顾客误解啦，说是粽子好像做得太久还是不新鲜啊。所以我父亲的时候，他就改成用老米。老米呢，煮出来很美，是，但是老米有一些问题，就好像说煮的时间很长啦。我就用半新旧，也不会太旧，也不会太新。那个糯米嘛，要蒸多久啊？新米呢，它的水分呢会比较多，所以浸泡的话不用太久，可能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就可以拿出来炒啊、包啊这样的。你祖母那时候她是不是用猪油呢？
啊，对，也是。那我阿嬷的步骤有稍微不同啦。他们先把那个虾米给爆香了，放在一边。然后他们包粽子的时候呢，才把虾米给加进去。腌肉的环节你也把它机械化了，才有办法说大量的生产。腌料有哪一些呢？像五香粉啊，糖啊，一叔叔粉啊，酱油。啊，我阿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用一叔叔粉啦。一叔叔粉是说肉吃起来口感会比较软一点。那你的五香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大同小异，就是八角、肉桂啦、四川花椒、丁香跟茴香籽。阿嬷她是把肉切了、炒了、熟了再煮，他们的肥肉的比例比较多了。所以阿妈那时候的是用那个3层肉啊，油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哦，是的。好，老板跟你确认一下啊，你阿嬷的年代啊，粽子里头包的就是有栗子、虾米、3层肉，还有香菇。是的。栗子是干的吗？买干的吗？哦，是的。之前需要浸泡吗？哦，当然要浸泡啊。煮熟，再加一点五香粉、糖这样的调味。香菇的准备方法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阿嬷那时候的香菇来的时候是有香菇蒂的，所以那个要修掉了啊，因为香菇蒂吃起来的口感比较硬。那传统的这个福建五香肉粽啊，早期是不是有咸蛋的？早期我阿嬷做的时候是没有咸蛋啊。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把这个咸蛋加入那个肉粽里头的？1980年代，当我们开店的时候啊，就为了要多一点粽子的口味，就有这个咸蛋的五香肉粽。阿嬷年代的时候有没有加扁鱼呢？哦，这个我没听过有扁鱼啊。你们的五香肉粽啊，有没有配一个蘸酱的？我们是没有配蘸酱，因为我们本身就觉得这个味道已经够重了。包这个粽子哈，阿嬷的年代哈，粽叶呢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它是用干的，万一不够的话，他们也会就地取材呢，去砍那些新鲜的叶子来用，就好像这种。这个也是竹叶吗？这是竹叶。那味道方面会有一些差别，对不对？应该没有。没有差别的。像那个粽绳呢？以前阿嬷他们用的是草绳，也有听说过以前人家用香蕉树的茎秆的纤维来做成粽绳，是香蕉树的那个。对，香蕉树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茎秆。哇，林老板，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哈，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参考，也替我们 confirm 了很多东西啦。啊，所以非常感谢你了。Hello Brian。Hey Joycelyn， 欢迎来到这个书轩啊。今天呢，我要请你吃非常有趣的粽子。我钱不多，所以要请你吃迷你粽，很小颗的。我还有更小的哦。啊，你比我还要穷啊！啊，我的天哪！这些就是我做的作品。等一下，要放远一点，老怕看不到。啊，这个真的是好小颗啊！这个是用什么做的？是那个软陶土。我是从2009年在大学的时候兴趣吧，然后就用软陶土就制作出迷你版的食物模型。你是很喜欢吃的是吗？对，因为把它做得很小，就不会追你的身重，也没有人会嫌它的口感。对。OK， 你应该看得出这3种不同的粽子吧？对。不过啊，这些呢都是素食来的。哦。呀，完全没有肉的。看不出哎。当然看不出了，这样小个怎么看得出？好，这样我们先从这个福建五香肉粽吃起啊。它保留了那个香菇、那个栗子，当然五香粉啦。不过因为它是素食嘛，对不对？它里面呢没有可能有3层肉的。你知道什么取代肉吗？什么？猴头菇。很香哎。哎，这个吃起来不像糯米哎，它是用什么米啊？即食饭。你不用担心啊难消化，所以这个可以多吃。你懂这个即食饭哦，是他们自己自制的，蛮有创意的哈。对，每一口都是他们的这个心意。在这里呢，你还可以搭配哈，这个就是荞麦茶。Yeah, then you can clear the palate, you know. 来，我们是中间的这个我就蛮期待的，娘惹粽。对。哎，它这个吃起来很有口感哎。它里面好像有个脆脆的果仁，是，
传统的娘惹粽啊，里头是有那个冬瓜糖、猪肉碎，还有盐水粉。yes 盐水粉。这个呢，它就保留了那个盐水粉啦、冬瓜糖了。不过呢，还是用的是那个素香松了来取代猪肉碎。我觉得传统的娘惹粽呢，那个味道呢是比较浓、比较重，然后这个呢都是淡淡的那个香气在里头。最后一个，你试试看。有椰丝的香味，对，所以它的馅料呢是椰丝还有椰糖，特别的香哦。可是它怎么取的那个黄呢？姜黄粉吗？哎呀，真聪明！这个我蛮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吃甜的东西。这个的整体的味道吃起来很像什么，你知道吗？Putu Piring。有哎，有对不对？对，真的有甜品的感觉。是，所以你觉得他们这家把这个粽子啊颠覆的怎么样？我觉得很棒哎，它都保有了那个特征，可是它又有自己的一些风采在。其实呢，这边的店家呢跟你一样啊，非常有创意。他们每个星期呢都会自制啊一些轻素食啊，还有茶食。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介绍是不错的话呢，下一道呢更厉害。Hello, Chef Eugene。哇，这是我们的猪蹄粽，谢谢，请慢用。 Thank you。Jocelyn，这是一间呢融入了这个四川风味的新派西餐厅。这是它的猪蹄粽，它的整个卖相呢，你这样子看呢，你真的不知道它跟肉粽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不过都在里头。哦，我看到了糯米啊，对，那个糯米啊就在中间啊。闻到它的香味我就开始流口水了，你知道吗？怎么样？吃到什么东西？它的糯米里面还有栗子，还有香菇。它真的是有保留了福建五香肉粽该有的东西。最有趣的就是呢，它保留了那个包裹的精神。不过呢，它不是用那个米来包那些馅料，而是用馅料里头的那个主角3层肉。这是它不用3层肉，它就用这个猪蹄的皮来包裹那些糯米，还有其他的馅料。我觉得它周围的一些配菜不单单只是点缀的作用，比如说它用这个 black daikon，它是把它变成一种酸菜，它是 pickle 的嘛，对不对？再加上呢，它的这个 mustard seed 也是 pickle 的。当你吃乳制的东西的时候呢，会有点小腻，所以呢，当你再配上一些 pickle 的东西，酸的东西，它可以减腻，好，然后你就可以多吃几口。对，你觉得它的卤汁怎么样？我觉得很棒哎。然后你就说那些材料就全部一起就充斥着你的嘴巴，就是嘴巴内好像个拔滴这样。对，口里有个很好的一个 party。对，因为它用的呢是那个大约有5年的四川的卤汁，所以就是老卤了，非常的浓郁。后来啊，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小麻，对，好像有一点，对不对？它的乳汁上还有一些黑黑的那些松露 ，it's truffle， 他就把那个 truffle 切到很小片，因为这个松露这个香菇啊是同一个 family 的嘛，所以有了这个松露呢，它使到整个那种菇类的那种味道呢更加的明显。所以我觉得Chef Eugene把我们的福建五香肉粽颠覆的非常的好。对。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原乡福建厦门一个酒家呢，它其实是用猪大骨的高汤来煮那个肉粽的。OK。所以呢，我们去了芳林熟食中心的那家老字号，它其实是成立于1960年代。OK。这个芳林熟食中心的说呢，他的妈妈一开始做的时候是有放高汤的哦。其他人都没有哈。其他人都没有。不过我是蛮好奇的啦，如果真的用是，那可能我们煮2锅吧，一锅用高汤，一锅就是用普通清水。
包粽子最重要就是那个粽叶嘛。对。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份资料呢，就有解释有一种叶子叫做粽叶乳，然后据说它就是专门拿来包粽子的，然后比较盛行在广东啊、广西啊、厦门一带。有一些店家他们曾经听说过有人是直接采来那个新鲜的粽叶来包谷粽子的。以前在干榜的时候，对啊，就直接就地取材，就地取材了。然后我们找到了一家教育农场，他们在很久之前呢，就有人先种下了这个粽叶乳。在新加坡吗？对，在新加坡这边。啊，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去采啊？那我跟你讲啦 ，OK， 我们的资料是做得很足啦，可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不是很会包粽子哎。我们找一个师傅好不好？然后来教他，好好的教他。是，对，我们其实有找到一家老字号，它是成立于60年代的，所以他会教我包粽子。对，他会教你包粽子。陈老板 ，Hello， 哎 ，Hello， 陈老板，你好，你好。这位是 Alvin， 你好啊，将会是你的得意门徒。他今天有学啊如何的这个包那个粽子啦。不过在那之前呢，请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历史好不好？你这边有写啦，家传自制粽子是谁传给你的？你是第几代？第2代，从我妈妈那边。妈妈60年代就在家里做一点粽子去卖，1974年就到我马林台这边。所以你一接手就是在这里？其实我很小就跟着他做粽子了，但是以前呢，我是在看货而已。那时候他们是用普通的油桶 ，restaurant 用了油，我们就可以拿来洗清洁就可以来煮粽子。但是用那个桶来煮粽子呢，需要用火炭来煮，它的火还比较均匀。好玩呐哦，用那个油桶哦。那以前啊，你妈妈啊，她是卖什么样的粽子啊？福建粽多，后来就掺一点娘惹粽，在嘉东这一带嘛，娘惹都会比较多一点。那时候我们还有做来自己吃的潮州人的粽子，就是双拼粽，里面有甜跟咸这2个味道。咸我知道一定是咸蛋，对对对。甜是来自什么？红豆沙，特别的。现在你没有做来卖啦？没有做来卖，很多工。如果要跟做传统的做法，就是要包一层猪网油，包住那个豆沙，才放进粽子里面。它一煮熟，那层油你根本看不到的，只是看到豆沙。一定很香啊。对。跟你 confirm 一下，第一，你们是用薯芽糯米，对不对？薯芽对。是纯糯米吗？以前他们的糯米会有掺杂一点白米，所以啊，那个馅料不外乎呢，就有这个3层肉、香菇、虾米、栗子。是生肉进去包呢，还是会先煮熟了才进去包？在我是煮熟了才包的。你妈妈的年代呢？也是煮熟才包。我们会觉得客人有些不是买了马上吃，如果你用熟的肉包，它会耐多几天。哦，原来是这样。OK， 像这个包法，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没有。所以今天你要教他如何包裹那个粽子的方法还是一样的。一样。陈老板啊，人可真好啊！他今天没有做生意了，特别开一个档口给我们，所以这整锅哦都是包给我们吃的。我们就开始吧。好，第一步骤是什么呢？选叶子，要2片的叶子。你的叶子都已经煮过的是吗？一定要煮的，不然要包的时候它会裂开。OK， 裂开，粽子就会进水。粽叶子有2面，一面是粗，一面是滑的。滑的在里面，它不会粘这个糯米。然后我们要转好像一个杯，下面不可以有一个缝的。如果这边还是有一个洞，在煮的时候水就会跑进去，粽子就不好吃，太软了。放一点米，拨开。为什么要这样呢？放馅料这里。等下你 overlap 的时候，这些不是盖上去？一定要有米跟它盖住。当我们用新米跟老米包粽子的时候，它的紧度是不是有差别的？有，新米要绑得紧一点点，用老米呢，我们一定要绑松。煮的时候它会膨胀，如果没有空间给它膨胀，米就会有些会不熟。我们在还原的时候，我们要用新米哈。了解，就是要绑紧一点，要绑得很紧，就好像你的衣服绑你的身体这样子。我是新米嘛，都发黄了还新米。我说你的肉跟香菇、虾米都一起炒，在一起炒。以前就分开了，现在改良一点。好像一个 V shape 嘛，所以这个盖下来，手指要跟它按进去，对，这样包过来，不是很三角形，
很三角形啦。 OK 的，你都蛮 OK 的。对，啊，要用绳子跟它绑住，转2圈吗？转2圈，一定要2圈。头一次这样包是很好的，哇，对，头一次真的是蛮不错的。啊，头一次这样包是很好的。邓太太是吗？哎，你好，你好。我们来跟你要这个粽叶跟绳那个粽绳。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是教育农场，我主要负责农活的部分，教义工或者是学员怎么样照顾农活。啊 ，OK， 那今天就有劳您了，好好的教育我们2个啦当然。对我们来说啊，粽叶哈就是那种干干的，对，扁扁的，我们今天的是新鲜的，新鲜的。来，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粽叶。这个就是粽叶啊？对，这看起来跟我平时用的很不一样。粽叶是一个统称来的嘛，对不对？通常我们用的哈就是那些竹叶，这个是什么叶？这个叫粽叶芦。平时我们用的粽叶都是比较宽、比较长的，这个很像有一点细啊。上面有一些比较大叶的。啊，至少这个还长得比较像一点，比较大一点啦。对 ，OK。我们可以拔下来之后稍微洗一下，然后再煮过。它的主要的用途就是它的叶子而已了。其实啊，你看你后面那边那个花絮，那个可以做扫帚。哦 ，OK。对。那这样如果要采摘的话是怎么样？整个跟它砍下来，还是只是剪到它的叶子？用剪的就可以了。我示范一下，就是你们从这个地方剪啊，这样子剪啊，然后这边就可以拿出来了，很容易。哦，对不对？为什么必须要用剪刀剪？不可以就这样踩下来的？这里可能很容易破。我们让他来做啦。好。早期哦，那个绳子他们也是自己做的，是用香蕉树的茎秆来做的，直接砍那个香蕉树啊。香蕉收成完了，留下来的那个树干没有用嘛，我们就可以砍下来用利用。它只会结果一次吗？结果一次而已，它就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没有好结果。怎么样？多少张了？至少有30-40张。Really 啊？真的。我这边有10张了。好，加进去。好，重新再数过。OK， 现在我们有那个粽叶了啊，我们就要种绳了嘛，对不对？刚才我们提到用香蕉树，不过你怎么选择？茎秆比较粗的是可以拉比较多纤维出来的，就可以做很多条那个绳子。是。你就教我们的 Alvin 哈怎么砍吧啊，因为这个位置又不是很多，我看你要去休息了。不要再出镜啦，很难剪呢，这样子。事不宜迟，马上吧。好，来，我们就用8冷刀吧。好。所以我们要想看看要推往哪一个方向哦。你看打波在哪里就推向哪里，刚好摄影师也在那边。讲真的，这种砍树是第一次，这把年纪还有第一次，蛮难得的。第一次给了他。邓太太，我们往后退一点。哇，它很自动了，它就直接跑去我们的导演那边了，好黏哦，看起来。这个就是它的纤维咯。这样软可以。对。那我也帮忙了，好，我拿这个，然后你那个。我帮你拿这个。邓太太，然后你带路哈。OK。好，那我们就赶快去做绳子吧。好，走吧，这里。好。我们现在来做那个绳子哈，我们把那个香蕉树砍下来之后哈，拿一把刀，就是先在这边画一个切口，等一下我们要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剥一点。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剥了，剥到那个白色的哦。为什么我们要去到那么深呢？因为我之前试过剥深一点，纤维会比较粗一点。可以拿起来，这些是不要的，对不对？对。给它切断先，那我们就大概就是0.5公分的宽度这样，然后慢慢。这样是挺粗的。对，这样挺粗的。可是你不要弄得太细，因为这个干了之后它会稍微缩小。如果太细的话，它干了之后哈，容易断。对。之后要怎么处理这个啊？给它晒干，4、5天应该就 OK 了。所以晒干了之后，它会长得什么样子啊？就跟我们习惯的粽绳一样吗？其实就像你后面这个。这个晒了几年了嘛？这个很多天了，这个有2、3个礼拜了吧？要用的那天也要过热水，它就比较好用。不会这样干。不过你看啊，蛮强的哦，一个韧性。
对，非常感谢你哦，今天呢就是帮我们这个大忙啊。如果 Chef Alvin 成功的话，他会拿半个粽子来给你。古江师傅、姚师傅，你们好。刘江兄你好。那我知道了，你们这里呢就是提供非常有创新，而且呢精致餐饮的这个中餐馆啊，你真的是一个惊喜哦。跟我介绍一下好吗？这个是肉骨茶粽，我是用了福建有一点药材的黑拍的肉骨茶，还有福建肉粽2个最好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做出来这个肉骨茶粽。这个是我们特别做的，用肉骨茶熬过以后，勾了芡以后，它是淋上去一起吃的。这都是我的嘛？这都是你的。好，然后这个肉骨茶汤也是配在一起吃的。当我单单吃这个肉的时候呢，它直接就是像是在吃那个肉骨茶。对对对。吃这个糯米的部分的时候呢，就是福建五香肉粽，非常神奇的一种颠覆的一个方式啊。淡淡的那些五香的味道，还有其他的元素都在这里，只是多出了那个药材成分在那边。我们是先煲那个肉骨茶，肉煲了一半熟以后，我们才用那个汤来炒那个米，然后再把它结合在一起。米的话，我们也是像五香肉粽一样有炒过的，不过没有炒得这么黑啦。五香肉粽一般是冬菇啦，是，但是呢，我把它提升了，我用洋杜菌啊，灵芝、竹笙，它的味道是跟五香肉粽一样的，就是菇的香味。因为是肉骨茶嘛，所以我把它肉骨茶的蒜头也包在里面，该有的味道是蛮分明的，不过呢，它们很融洽的，就是处在一块儿，没有打架。之前它是长得这个样子啦。对对对，那个粽叶我们是其他的味道。是。那如果包到它形状美的话，还是要靠那个荷叶来包。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粽子的形状一定是三角形的，并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对对。香港的传统的，对，是国金粽。OK， 那个是很大致的，最少4个人吃的。那我几时要喝这个茶？我一路吃一路可以配茶。你早讲嘛。甘甜甘甜这样子，然后很奇怪，刚刚我明明就是在吃那个肉粽，对喝了这个又是这个肉骨茶，吃的那个肉呢又像是肉粽，然后呢又像是肉骨茶，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对，也因为如此，使到整个吃东西的整个过程呢，变成有那种好玩的成分，对不对？谢谢2位。好，谢谢。Chef Alvin，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呢一个钢板呢来还原这个福建五香肉粽？是因为以前这些肉粽都是在一个家庭式的环境对制作的嘛。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薯芽糯米。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个是非常白的，另外一个呢带点黄的，带点黄的应该就是香米嘛。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因为你不能帮我做这些，你可以帮我挑那些香米。谁跟你说我不能帮你做这些？你专门找一个有老花的人，然后去挑那个香米出来，尽量。对 ，OK， 首先3层肉切成块状，我要用肥一点，这些都 pass 的。你就把它当成这个很白了，哇！我要用黑酱油、五香粉，我是在药材店买的，白糖腌制那个猪肉。就给它放一边腌制一些。栗子我已经浸泡过，浸泡过后都要用那个牙签把里面那些肮脏的部分全部挑出来。哇！一瞬间我就抓到这样多个香米了。老板有说过香菇蒂必须剪掉，过后我们就把它切成小块。接下来切一些葱头跟蒜头。我觉得我今天很轻松了。说你的米挑到怎么样了？很好。哇，这样不行啊！你不要从旁边拿出一碗说这个是我已经挑好的。如果真是的，你真聪明嘞。糯米已经浸泡过了，
我们现在沥干它哈，而且我们选用的是新米。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你说。我们现在要炒那个3层肉，下点猪油，油一下那个烟就出来了。那个猪油的这个香气啊，真的是。经过不同店家的说法呢，我们最终决定呢，把肉呢稍微的烤熟了之后才用来包，而不是放生的进去包。对。接下来我们要爆香那个虾米跟香菇。你看到那个虾米有点开始出泡了，就差不多可以了。其实摊主们没有很明确的说香菇是怎么处理，我阿嬷以前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我就根据以前阿嬷的做法，我们可以用回这个锅炒那个米，猪油，然后红葱头是糯米下炒，然后加一些调味料，加黑酱油是五香粉，一点胡椒粉，一点盐。其实我现在是蛮期待的啊，因为呢，我可以闻到那个猪油的香气。到目前为止，我们吃的那些福建五香肉粽啊，没有一个是有放猪油的。我要煮那个栗子。前几天我们问过几个店家嘛，他们处理栗子的方式，有些说加五香粉、加胡椒粉调味。既然我们的其他的材料都有五香粉跟胡椒粉，我就尽量简单化，煮的过程中加一些糖，是提升那个甜味，然后就放在一旁了。为什么桌面上有2个锅呢？这锅是用猪大骨熬的汤，然后这个是清水。所以我们今天做2种版本，有些人是用这个猪骨汤的，所以我跟你说，要还原嘛，对不对？所以当时呢，他们是用这种油桶。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包裹我们的粽子了。这就是那天我们去采的那个叶子，所以这个就是那天我们砍的那个香蕉树茎秆的纤维做成的粽绳。我拿回家晒。好，你还记得怎么包吗？包第一个，然后看感觉怎么样。老板有说过，滑面在里面，米粒才不会粘在那个叶子上面。天哪，这个有点小破了，小破不要紧啊。中间转过来，很像一个漏斗的形状。哎呦，小到可怜呢。放这个老鼠鼠压糯米。放老鼠。那个肉我觉得太大了，所以我要。哎呦可以哦。等一下我要做 marking 的这个是我要吃的。应该是不用做 marking 也认得出吧？你这个人真的是没有礼貌嘞。你的很像太满了啊，你的很满了。反正有自己的板凳嘛，反正我全部只是靠你了。我有点紧张。哇，这个真的就是那天的那个粽绳，真的是晒干了之后就还可以是这样子。我的不行了，散开来。你看叶子都裂开了。会不会是因为太干的关系？是的，我那天看到有一家，他是用这个湿布去盖那个叶子，不让它那么快干掉。试试看，我可以不可以直接这样补啊？补了OK， 我的第一粒应该是 OK 了。挤一下，盖过去，按。这个美。哎呦，这个粽绳有一点。结了的谁？没有，我在做 embroidery 的。你继续啊。什么？继续包啊。你不懂得那2个字是什么吗？放弃。好，一人一粒。我很开心宣布，我已经完成了我的5个粽子。你不要 close up please， 有些地方从远看呢就很好看了。既然我的很丑，我就把它放进那个清水的啦。因为你的包的比较美，你就用那个猪骨汤，因为毕竟那个猪骨汤是你熬的嘛，对不对？好的。2个半小时我们计时开始。2个半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对。好，我们就看看这个看这个粽子哇，颜色都变了对，因为我们用的是那个新鲜的粽叶原来煮出来的颜色就跟那种干的煮出来没差别更深，我觉得颜色更深一点。是。有其中一个店家说呢，就是吃剩的那个粽子他们会拿来跟鸡蛋一起炒。对，很像那个 carrot cake 这样炒。所以我们
虽然没有吃剩啊，可是呢，我们也要还原啊那一种的吃法，也不错嘛。虽然说刚才我包的不是很美辣，不过你看，重点是内容嘛，不是它的外在嘛。放油打鸡蛋再放那个。是。你要打几个蛋啊？你要几个？3个。好，应该是3个。那你玩 ？Smells good. Yes. 来，好下。周老板说有加一点糖是吗？是少许吗？他没有讲少许啦，他说加糖而已，所以我就加糖。在卖相方面，有可能再熟一点会比较好。对，那个蛋可能太多蛋了。你啦，贪心啊！我就是喜欢吃蛋，怎么样？哎，真的很像 carrot cake， 像，长得这么大，我真的没有一次看过炒福建五香肉粽。现在这个版本的我们也做好了，对，我们找个地方做，慢慢的品尝。好呀。你期待吗？很期待。你很期待啊？对。不过今天我们有2个版本的嘛，对，一个是用那个猪骨汤煮的。所以就是这个，对，你哪一个，我哪一个？哇，这么有那个猪骨的味道吗？粽叶的味道 strong 一点。是因为那个粽叶它本身的那味道是非常的浓的，它的味道啊不是那么重口味，其实。那虽然里头呢是有掺杂了一些香米啊，吃不出，吃不出来。它还是对我来说还是蛮黏的，你一定要知道那个3层肉的那个肥油的那个部分，就因为它很多那个肥油那个部分哈，就我觉得就很有那个古早味。这个粽子好像一个宝藏这样啦，它每一口的味道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你一咬到那个猪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个猪肉的香气；你一咬到那个香菇的时候呢，那个嚼劲，是，然后虾米就有虾米的时候呢，突然间那个海鲜味就来了。对。我们先来试试用这个清水煮的，看是否有什么差别哦。你觉得有不一样吗？不怎么能够分辨出来。我也是分辨不出来。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哦，去花时间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猪大骨了，因为没有很大的差别。怪不得现在的店主啊，他们都不再用这个什么猪骨汤来煮这个粽子了。对。这是我长得那么大第一次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吃这个粽子，炒粽子。如果你喜欢吃鸡蛋，这个挺好吃的。是，如果你加上一点菜脯的话，吃起来呢就有一点像菜头果，那个白派的菜头果。我对这道菜另眼相看。所以啊，这个第一次是蛮不错的。对，值得回忆。好，这一次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要还原福建五香肉粽啊，你有什么想法？这个还原的过程也让我想起以前跟阿嬷很快乐的过节、过大节日，一起包粽子的那种快乐的时光。然后也希望把阿嬷的这一份爱也传递到我的孩子，也就是他的曾孙们。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一期呢，不只是还原了一道菜，我们也传承了一个手艺。对。那我就希望啊，你呢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跟你的孩子们呢一起包这个粽子，然后呢共享天伦之乐。非常感谢你这一次呢上我们的节目来，谢谢你 ，Brian。Cheers，可以碰杯。